嗨，朋友们，欢迎来到抖 Miss，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欧文。今天我们来挑战一间全台最大最新的牛排旗舰店——我家牛排同盟店。号称这里1000平，是不是很夸张呢？而且这里不止牛排好吃，还有超级丰盛的自助吧，有披萨、热炒、甜点，还有冰淇淋，全部都可以吃到爽。你说这样诚意够不够呢？而我们今天的费用是390元起，用餐时间为2个小时。朋友在正面开始前呢，请记得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，并开启小铃铛，才会错过我最新的影片哦。好，朋友，我们开始来看一下炸物。这边熟食区呢还蛮大的哦，一整排都是。它里面的装潢也是蛮漂亮的，上面有 LED 灯条，而且人真的也蛮多的，全部都是满满的。那我们先从炸物开始。它这边有鸡米花，这些鸡米花，之后还有这个炸豆腐，感觉有点像臭豆腐哦。等一下我们吃看看就知道了。之后这是薯球，薯条蛮小颗，有点像我们在吃小时候吃的乖乖。还有薯条。鸡块，这鸡块炸的有点，感觉蛮干柴的。等一下我们吃看看就知道了。还有炸芋球，看起来是蛮漂亮的哦。还有这个炸汤圆，这种软糯的口感是欧文最喜欢的。那我们等一下试看看。那这个空了，之后还有肉圆，小肉圆，晶莹剔透的小肉圆。这也是汤包，有点像小笼包的感觉。一打开味道是蛮香的。那它上面的蒸饺呢已经空了，可就补货。还有奶黄包，哇哦，欧文最喜欢的奶黄包，真的既兴奋又期待。还有紫米珍珠丸，有紫色跟白色2种。那最后一个就是综合烧麦。应该是有2个颜色的哦。OK， 那这边就是酱料区，我们稍微看一下就好了。那这边是一些冷盘凉菜，有这个里面有洋葱跟那个海蜇皮的海蜇丝，还有凉拌豆腐，这看起来有点辣味。这个等一下应该是酱香料蛮重的。还有毛豆，以及凉拌。OK， 炸白虾哦，这个虾子跟台北比起来真的是差蛮小的，还蛮小只的，但是还是可爱不错啦。再有另外一种油豆腐，也是凉拌的，带点稍微的辣味跟生姜，还有杏鲍菇以及菌菇类的。我们稍微看一下哈，还是都一样。它这个冷盘都有一些辣味。秋葵，还有这个油鸡，冷盘油鸡，上面有点蒜末啊，这还有胡椒，这给它吃起来应该是蛮重口味。还有一些猪耳朵，还有一些生姜、生洋葱。那另外这边有一些蘑菇酱。蘑菇酱，胡椒酱，还有排骨贡丸汤。哇，看一下料哈，哇，排骨跟那个贡丸真的蛮多的哦。今天是刚开幕，往后就不晓得到底还会不会那么多了。看起来是蛮丰盛的。那另外还有玉米浓汤，看一下哈。感觉还可以了，玉米粒还算蛮多。桌旁边就是奶油餐包跟烤餐包的地方。那我们折回到旁边，这边有一个洗手台，在这个自助吧上面这边有洗手台，感觉还不错哦，可以马上洗手。那这是白饭区可以配一下咖喱，哇，这咖喱看起来酱香味非常浓，而且它的鸡肉，你看鸡肉蛮大块的哦，哇，这个蛮吸引人。还有麻婆豆腐，这看起来也是勾芡蛮浓稠的，豆腐也是很大块。桌旁边还有这个肉燥，哇，这是欧文最喜欢的，因为它呢瘦肉的比例跟油花的比例是比较多的，吃起来是会绵密又油香，赞。那最旁边就是最知名的寿喜烧啦。
它高丽菜比牛肉还要多，牛肉没有说很多，大多都是高丽菜。还有这个蒸蛋，还有这个节瓜，看起来蛮大片的哦，切的蛮厚实的。还有热炒高丽菜，这个永远留在里面。高丽菜，还有茄子，然后黄碗在里面。茄子也是有一些辣味的。还有九层塔，这样香味看起来蛮浓郁的哦。那这个是空的，这还有鱼，蒸鱼，还有一些海鲜，花枝海鲜。说这个有点贡丸、鸡肉跟一些芋头，看起来是蛮漂亮的哦。旁边有这个大锅煮的酸笋子。这个是叫做桂竹笋，还有麻辣鸭血，看起来是哇！等下我们吃看看味道有没有融入，看起来它的这个汤有点清淡了一些。我们试看看哈，这边还有卤白菜，看起来不错哦，卤白菜。旁边还有这个重点之重的猪脚，等一下我们尝看看它有没有够软嫩哦，有没有入口即化口感。猪脚都蛮大块的，还不错，这看起来酱香味应该是非常浓厚，超赞的啦。说好这个就是韩式料理啦，年糕，辣炒年糕。说好这个贡丸，卤贡丸，控肉，哦，这控肉很大块哦，超赞的，炒辣的。控肉赞，这蛮大块的。然后这个这个一些猪腱子，猪连干脸之类的，猪干脸。还有这个酸菜鸭肉，看起来是蛮不错的哦。旁边还有个炒粉丝，还有炒面，以及一些油饭，香菇油饭。旁边有一些香菇。好，这是以下我们这边热食就在这边咯。那我们走到旁边，我们去看旁边，这边是它的铁板区。铁板的蔬餐区，那我们到这个生菜沙拉区，生菜沙拉就是大同小异，然后没什么好看的。那我们到旁边，这边是一些水果种类还蛮多样式的哦。这边甜点，其实甜点啊，我觉得这个甜点跟一般的我家牛排都一样的啦，没有说比较特别哈，甜点都差不多。没有比较特别。那往旁边，这边是一个披萨区。那现场披萨呢有6种，有草莓的甜披萨，草莓口味甜披萨，还有香蕉。哇，谢谢你。还有香蕉哦，还有 barbecue 牛，还有章鱼烧。还有这个最经典的玛格丽特，还有意大利最讨厌的凤梨，夏威夷披萨，大概就是6种，常驻的披萨就是这6种。那我们再往旁边一下，还有这个冰淇淋，传统的冰淇淋，看一些百香果、绿豆、红豆、凤梨，在旁边有一些比较软的、比较常见的杜老爷的冰淇淋。那冰淇淋上面还有一些脆皮甜筒，在我旁边有一些雪糕，它雪糕有这个香草口味，以及香浓的奶茶跟芒果风味3种雪糕。台北的还有 Hershey's， 我觉得台北的比较好。OK， 那我这边还有 UCC 的一些咖啡，还有阿华田。UCC 咖啡、阿华田跟可乐，这个就比较一般的，然后还有这个像现摇的饮料机，现在非常的流行，还有乌梅汁等等之类的，还有这个很流行，像大院子之类的，还有冰沙，大院子的冰沙，
好，冰沙，芒果草莓冰沙，跟酸梅汤，跟最后一个是冬瓜柠檬。OK， 那它全部的自助餐点就是这些咯。这是它另外区用餐区，都是满满的人哦。今天假日，所以生意非常的好，看起来是都不错的。那我刚刚有到它的熟食区跟一些冷料理区自助吧，它的一些很丰盛的菜肴，所以它享用最健康的蔬菜类，花椰菜。属于比较家常类型的，带点甜味，脆度也是没有流失。之后咀嚼过后，你会稍微感到一点咸味，由于它有加入一些小虾米，提升它的鲜味跟咸味。那旁边的花枝花，口感还是蛮 Q 弹，伴随着黑胡椒的香气，咸甜适中。热炒茄子，味道稍微清淡了一些，蒜头味跟九层塔味道没有出来，是比较可惜的一些。之后还有节瓜。节瓜吃起来是蛮清爽的。最后一个蒸蛋，再来下一个是凉拌类的卤豆干，酱香味不会太过于浓厚，那你会感受到酱的香气以及稍微的辣味。旁边的凉拌海蜇丝看起来是相当不错，口味是带点甜，脆口的程度是毋庸置疑的。还有猪耳朵。我觉得就是吃一点风味的感觉吧，烟熏的味道还蛮不错的。旁边还有凉拌菇类，还有这咸水鸡之类的。鸡肉整个嫩口度是无话可说的，但是吃起来没什么味道。旁边的炖煮区看起来是相当有味道的，麻辣鸭血一戳下去，感觉是比较扎实一些的。入口是走扎实的路线，吃下去是没什么味道的。还有这个卤贡丸也是辣味，口感是比较扎实松散那种感觉，梅干扣肉，肥肉蛮多的，酱香味是蛮足够的，不会太过于腻口，软绵绵，带点 Q 弹感，相当的有口感的。现在是干莲。干莲就很干菜了，这整个入口是蛮生硬的。或许是这个时间点来，菜可能有点凉掉。最后一个卤猪脚，每一个都蛮大块的。猪脚没有炖得非常的软烂，感觉是非常的有嚼劲。如果比较喜欢 Q 弹感的朋友，你一定会很喜欢这个口感。再来它旁边的港点料理区，看起来是相当不错的。紫米珍珠丸。紫米珍珠丸这些东西应该都是 OEM 的，所以吃起来口味都会大近相同。那吃起来它的米感觉是蛮干的，或者是说没有蒸透。接下来是综合烧麦，接下来是汤包。汤包口感跟紫米珍珠丸有点雷同，就是它们上面呢感觉都吃起来蛮干硬的感觉。接着旁边是肉圆。肉圆就蛮 Q 弹，蛮好吃的，再伴随着咸甜适中的口感，还有笋干跟咸肉。接下来是欧文最喜欢的奶黄包，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内馅。外皮没那么软嫩，这个如果里面是流沙口感的，欧文一定会超爱。再来是欧文相当期待的炸物区，我们现在吃鸡块，这个鸡块看起来蛮干的。炸物的酥脆度是无话可说的，还伴随着黑胡椒的香气，在咀嚼过后慢慢会显现奶油的香气，脆酥。旁边的炸鱼丸看起来是相当可爱哦。欧文就喜欢这种炸鱼丸口感，非常的香糯绵密，带点的芋头香气以及咸蛋黄，整个鲜甜相当的平衡。小巧的鸡米花，旁边的炸薯球吃起来真是相当的酥脆。还蛮有的，炸团子，炸团子的口感香糯是无话可说的，但吃起来有点硬硬的口感，应该是没有炸透之类的。炸豆腐，再是我很相当期待的炸鸡翅，最好吃哦。外面的炸硬酥脆，里面的鸡肉相当的鲜甜滋润，可是咀嚼过后的后味稍微带点苦。接下来吃欧文最期待的 pizza， 那我们先从最经典的玛格丽特。
那披萨还蛮不错的哦，那是薄皮的，吃起来是蛮有嚼劲的。今天又是吃披萨轮回，昨天欧文才吃了10个披萨，现在又爱吃披萨。章鱼烧和咸甜之间弄得也是蛮恰当的，还不错。再来是夏威夷。最喜欢这种凤梨的酸甜滋味，它这个饼皮吃起来真的是蛮劲道的。那我想到昨天双甲有够酸的，还是 BBQ 牛肉。BBQ 牛肉比较可惜一些，因为它的酱料你完全吃不出来它是个 BBQ 口味。再来是甜味的部分，欧文最喜欢的香蕉巧克力。最后一个草莓棉花糖。在欧文的私心，欧文真的是更喜欢甜味的披萨。这个草莓棉花糖，我就觉得还蛮喜欢。像我们来吃寿喜牛，刚去看它的寿喜牛啊，它的牛肉片呢不会说很多，大多70%都是高丽菜。像我们去吃兴业啊那种日式料理的寿喜烧，都会感觉蛮咸的，它这个味道还蛮适中的。再来是欧文最喜欢的咖喱，而且它的鸡肉跟马铃薯都切得相当大块。咀嚼的时候呢，鸡肉有骨头要小心哦，小心牙齿断掉哦。另外一个丸子排骨汤，丸子排骨汤还不错，口感是蛮清爽的。那排骨软嫩度就稍微欠佳了一些。哎，朋友，那我们熟食全部都吃完了哦，整体上呢都是还是蛮水准在线的，比较属于家常菜，所以就是看青菜萝卜个人所喜好啦。我们来吃甜点吧。那这个甜点呢，一般我家200你都吃得到，所以欧文就拿几个而已。巧克力，松软绵密的口感，起司蛋糕。乳酪蛋糕湿润度还是蛮不错的哦。台式泡芙，再是芒果双麒麟，嗨，朋友，我吃饱了。今天 CP 值真的有够高了，只要花390元，就有100样的自助料理，丰盛到不行了。不只有炸物、披萨，还有热炒，以及最重要的甜点跟冰淇淋，想吃多少就吃多少，没有任何的限制，是不是 CP 值相当的高呢？好了，那我们念到这边哦。如果喜欢你的片呢，请记得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，并开启小铃铛，才会错过我最新的影片哦。也欢迎你跟欧文说你最喜欢吃哪一道，或者是想看欧文挑战哪一家餐厅，都可以跟我说哦。我是懂历史欧文，吃货永远不会到。我们下次继续大吃特吃，用胃探索世界，用嘴巴记录美食。你的支持是我吃下去的动力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